法国戛纳海边，蓝色时刻，天还没黑透，海面泛着那种说不出名字的蓝紫色。就在这样一个时刻，一组照片悄悄出现在了赵今麦的微博上。没有预告，没有铺垫，照片一发出来，整个内娱社交平台几乎在10分钟之内就炸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引发讨论的根本不是照片本身有多美，而是照片底下那一句轻飘飘的配文。事情要从这次戛纳之行说起。赵今麦受邀出席法国娇兰品牌在戛纳举办的活动，这本身就已经是他个人履历上的一个重要标记。能在戛纳电影节期间作为品牌嘉宾出现在国际舞台上，对一个00后内娱小花来说分量不轻。活动当天，她换上了一条优雅的蓝色长裙，站在一艘豪华游艇的甲板上，海风把裙摆吹得微微扬起，整个画面像是从一部法国文艺片里截出来的一帧。说真的，这组照片往任何一个时尚账号上一发，都不会显得突兀、干净、高级、有电影感。但赵今麦没有止步于发照片，他在照片下面加了一句配文，在蓝色时刻与大海赴约。这句话原本应该只是一句很普通的文艺青年式的感性表达，可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他最近的处境已经不允许他说出任何一句带着与 quote 约会与 quote 2个字的话了，哪怕这个约会的对象只是大海。评论区第一波留言还停留在称赞造型和氛围感上，但很快画风就开始变了。有网友翻出了这句配文的英文版本 At the blue hour date the sea， 一个字一个字的拆开来读，然后开始问一个问题，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描述风景，但为什么偏偏要用与 quote 赴约与 quote 这个词？如果只是想表达一个人享受独处，完全可以写与 quote 独自看海与 quote 与 quote 与自己对话与 quote， 可他偏偏选择了一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动词。这件事的背后其实还连着另一条线，而这条线过去几个月里一直没有彻底冷下去。我们都知道，赵今麦和宋威龙因为合作的剧集，在今年年初成了内娱讨论度最高的 Screen Couple 之一。那部剧播完之后，两人的互动并没有随着剧集收官而结束。情人节那天，2个工作室前后脚发布了内容，照片里两人各自抱着同一款式的花束，被粉丝逐帧对比，认定这是与 quote 剧里心动延续到剧外与 quote 的信号。再往后，娇兰举办的活动现场，两人贴脸合照，牵手登台，甚至有粉丝拍到宋威龙在台下贴身护着赵今麦，全程寸步不离。直到多年后，大家或许才会知道，这些瞬间到底是营销还是真情。但在当下，每一个细节都被放大检验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戛纳的这张照片和这句配文出现了。时间点太巧了，几乎是 CP 相关话题刚刚降温没几天，新的素材又来了。粉丝们的反应几乎是瞬间分成了2派。如果你也觉得这次的配文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次讨论。第一派是磕这对 CP 的粉丝，他们的解读思路非常直接，赴约的对象表面写的是大海，实际指向的是镜头后面那个人。理由也很现成，赵今麦以前发的旅拍配文大多是单纯描述场景，很少用与 quote 赴约与 quote 这种带着对象感的词。这次用了，那就一定不是随便写。甚至有人开始整理时间线，把戛纳行程和宋威龙近期的行程拿来对照，试图找出某种与 quote 重合与 quote。 但另一派的声音也不小，是那些跟随赵今麦时间比较长的老粉。他们的态度是，先别急着下结论。赵今麦从出道到现在，配文风格一直偏文艺偏诗意，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他拍风景照配诗句，拍工作花絮配电影台词，这本身就是他的一种表达习惯。如果每一句带感性色彩的配文都要往恋情上去解读，那以后他可能连与 quote 今天天气真好与 quote 都不敢发了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无论是赵今麦本人还是宋威龙这边，都没有对这次配文做出任何回应。工作室此前也曾经就类似的传闻表态过，强调彼此之间是正常的工作关系。
这次的沉默到底是不想回应一句配文引发的联想，还是单纯没把这件事当回事？外界其实并不知道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更倾向于哪一种解读？抛开这场配文风波，赵今麦本身这段时间的状态其实非常值得拿出来单独说一说。他今年在国际舞台上的曝光密度明显比以前高了不少。先是奢侈品牌的全球大片，紧接着又是戛纳期间的品牌活动，每一次露面，造型和气质都在不断刷新观众对他的印象。从早年那个带着学生气的童星，到现在能站在国际影视盛会现场独当一面的青年演员，这个转变肉眼可见。与此同时，赵今麦手上的项目安排得十分紧凑，新剧筹备的消息不断传出。从青春题材到更具挑战性的角色类型，业内外对于他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也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和期待。换句话说，无论这次的配文最终被解读成什么，都不会改变一个事实：赵今麦正处于职业生涯最值得期待的上升阶段，而且这个上升期看起来才刚刚开始。事实上，真正有意思的从来不是一句配文本身，而是大众为何会如此在意一句配文。因为当一个演员开始被反复解读、被放大关注时，往往意味着他已经从作品被看见，迈入了个人影响力被看见的阶段。观众不再只是关注他演了什么角色，而是开始关心他在想什么、经历什么，甚至一句话背后是否藏着某种情绪与故事。而这种关注本身就是娱乐圈最复杂的一种信号，它意味着流量，也意味着更严格的审视，意味着更高的人气，也意味着更难拥有纯粹的私人空间。在社交媒体时代，明星的每一次发言、每一张照片、每一个表情都可能成为外界解读的对象。一句原本普通的文字，因为时间点巧合、场景特殊，便可能衍生出无数猜测与讨论。那么，这次戛纳的这句配文，到底是一句藏着秘密的暗语，还是仅仅延续了他一贯的诗意表达，被放在了一个太巧的时间节点上？或许答案真的没有那么重要，因为比答案更值得思考的是，为什么人们总希望从明星的字里行间寻找隐藏剧情？也许这正是公众人物与大众之间天然存在的情感投射，观众期待故事，而现实往往比故事更耐人寻味。对于赵今麦而言，真正决定他未来高度的，从来不是一次热搜，也不是一场争议，而是在聚光灯持续照射之下，他是否依然能够用作品回应期待，用实力抵御流量的喧嚣。毕竟，流量会更迭，话题会过去，但真正能够留下来的，永远是作品与成长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这次的配文风波，你怎么看？你认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表达，还是另有深意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，我们下期见。